无畏曲折迷离 ，K 姐奇探秘。大家好，我是 K 姐，欢迎回来。很多朋友应该听说过黑帽人黑帽人在西方文化中非常的流行，他们经常被称为是政府的秘密特工。但一些声称曾遇到过他们的人却相信，黑帽人除了是人类之外，也许还是来自于别的维度的生物。有人认为他们是一种喜欢戴黑帽的神秘生物，他们要么是外星人，要么就是以某种方式为外星族群工作的实体，而且他们一直就生活在地球上，不仅有时候可以跨维度的来到我们人类的空间，让人们看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有时候甚至还把人类带到他们的世界去。那事实真的如此吗？在美国的康乃狄克州有个最大的城市叫布里奇波特城。1953年，一位叫阿尔伯特·本德的国家顶级 UFO 调查员，竟然在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终止了自己的研究，原因竟然是他遭遇到了黑帽人的威胁。有的人认为是美国政府在暗中阻止他调查外星人的真相，于是派去了神秘的特工。可本德却说，那黑帽人根本就不是地球人。很多人可能听说过1952年华盛顿著名的 UFO 事件，本德正是选择了那一年创立了国际飞碟局。这个组织在第一年里就迅速发展壮大了。然而，仅仅在开始的1年之后，他就突然解散了这个组织。人们的各种反对声终究没有阻止本德对机构的解散。他经过了好一阵的修养，终于说出了实情。原来本德是遭遇到了威胁。一天晚上，本德回到家后，刚走进卧室的他发现3个黑暗的模糊的身影逐渐从他的墙上显现出来。他们有着发光的眼睛，而且使本德的整个屋子充满了硫磺的味道。他们中的其中一个还仿佛戴着帽子。正在本德被惊得目瞪口呆的时候，那3个黑影人开始通过心灵感应与他沟通。他们警告他要立刻停止现在的研究，并停止出版他当时在世界各国影响力颇大的杂志《太空评论》。本德接收到信息后，不知不觉的他就失去了知觉。第二天他病倒了，而且那之后的3天他什么也吃不下。据报道，在那次经历之后，本德还被黑影人多次拜访。他本人说，那些影子总是用心灵感应来控制他，让他感到头疼，使得他不得不在最后放弃了自己的 UFO 研究，并停止了《太空评论》的出版。除此之外，本德同事还透露说，本德亲口告诉过他们，那些黑影人说他们是来自于非常遥远的地方，他们在地球上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，他们不允许任何人干涉他们的行动，包括带走一些人类。这件事情在 UFO 研究领域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，因为它实实在在地干扰了并阻止了人类对 UFO 的研究，还使得这一领域的研究倒退了好几年。其实本德在1953年遇到的黑帽人与现在很多人描述的黑影人十分相似。研究学者通过了解遇到过黑影人的当事者发现，那些黑影人有时候可以像影子一般的存在，有的时候呢又能变成实体，就是人们所谓的黑帽人或者是黑衣人，来与人类进行身体接触。有研究学者通过采访当事人发现，一些黑衣人似乎连一些常识都没有。比如，如果你给他一支铅笔，他不知道是用哪一头来写字；或者如果有人给他们吃的，他们竟不知如何吃人类常见的食物。所以有学者表示，黑影人、黑帽人、黑衣人，不管你给他什么样的名字，他们有可能是同一种生物，只是不和我们生活在同一个维度而已。他们仿佛从一个虫洞突然出现在我们空间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我们人类能够去到他们的维度吗？有部分研究学者认为，人类的大脑是可以被改变而进入其他维度的。曾经的一个科学实验也许可以证明这一点。在1990年到1995年之间，美国新墨西哥州大学的科学家们对60多名志愿者进行了 DMT 迷幻剂实验。他们惊奇地发现，许多志愿者都有着非常相似的反应。
包括遇到奇怪的生物。这 DMT 虽说是一种致幻剂，但其实它本来就存在于人类的身体当中，而且不光是人类，其实有很多哺乳动物也有，甚至植物当中都有。比如在用植物熬制的死藤水和相思树的树皮中就有发现，其结构与血清素和褪黑激素相似，通常在人们进行冥想与进食期间会大量的产生。在一些领域中， DMT 被认为是一种可以打开人类潜能的物质。泰瑞斯·麦肯南是这一领域最伟大的学者之一，他终其一生对 DMT， 就是二甲基色胺致幻剂，以及人类在另一个世界看到的东西做了大量的研究，并闻名于世。麦肯南解释说，对他来说，最奇怪的事情是，饮用过死藤水的人都会看到同样一种生物，他们都能看到一些个子矮小的小绿人。麦肯南认为那是另一个世界、另一个维度的入口。奇怪的是，被实验者都是来自于各行各业的人，他们有着不同的信仰、不同的文化，但居然可以看到同样的生物。所以有研究学者表示， DMT 可以打开人类的潜能，而去到另一个维度里。那些见到的奇怪生物，比如小绿人或者是黑影人，其实是存在于另一个维度的生物。有的人认为，除了 DMT 之外，其实对大脑进行一定的电刺激，也能让人类遇到无法解释的现象。科学家们就曾在瑞典做过一项研究，他们在被实验者的大脑的某些部位进行电刺激，只是想看看被测试者会有什么样的反应。那个被测试者是个年轻的大学生，他当时拿着笔记本坐在实验室里接受实验。当科学家们给他的大脑的某个部分增加电荷时，他开始用手去触摸一片空白的区域。后来，当科学家让他描述发生了什么时，他说有一个影子人就站在他的身后，而当电荷达到最高的安全值时，他用手死死地拽着自己手里的笔记本和笔，仿佛在和什么力量做着抗争。之后他告诉人们说，那个黑影人想要把笔记本和笔从他的手中抢走。所以研究学者们认为，我们的大脑的某些部分也许能通过电刺激来实现维度的跨越。当然，不管是 DMT 还是电刺激，在主流科学界都还没有得到确切的证实，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模仿。但科学研究发现，人类的感知能力确实是非常有限的，以至于科学家们无法确定黑影人到底是什么。而且在世界各地古老的文化中，不同的文化却有着同样的黑影人，这至今都还是未解之谜。在美国的俄克拉荷马州，有一片近700万英亩的土地上，一直居住着乔克托民族。他们是北美的原住民，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居住了至少4000多年了。直到今天，乔克托人还一直延续着他们祖先的传统。他们有一个非常出名的都市传说，就和黑影人有关。当地人称黑影人为纳鲁萨奇托，他们认为，如果谁有不好的想法，黑影人就会爬进那个人的身体，并吃掉他的灵魂。部落中还有一个传说是说，如果一个影子人附着在一个人的身上，他就会和那个人一起度过余生。所以，美国的乔克托民族非常的害怕这个怪物，他们甚至都忌讳提到黑影人的名字。许多人甚至因为太害怕黑影人而选择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。其实，关于黑影人的存在，不仅存在于乔克托民族的传说中，而且在北美别的原住民部落里也有十分类似的传说，甚至在世界各地的文化中都能找到他们的存在。比如，在古代的苏美尔文明中，人们相信有一个雌雄同体的恶魔存在于世间，他的名字叫阿鲁。他们常常在夜间让人动弹不得，像衣服一样覆盖在人们的身上，并让人失去知觉，甚至昏迷。有时还会进入到人们的身体当中。几千年前，苏美尔文献所提到的这种影子恶魔，正是如今人们常常说到的黑影人。当然，在基督教圣经中，也记载着许多类似于黑影的恶魔。还有在犹太文化中，黑影人也被称为死亡的阴影。犹太人认为那是一种邪恶的灵体，他们会伤害人类。
根据伊斯兰教里《古兰经》的记载，还有一种叫珍妮的超自然生物存在于宇宙之中，它们可以瞬间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，人们用肉眼通常是看不见的，而且它们还有改变自身形状的能力。所以在穆斯林的世界里，很多人会佩戴那种护身符来抵挡珍妮的靠近。说到这里啊，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我们华人熟悉的阿拉丁与神灯了，那里面就有珍妮的身影。再放眼望去，来自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信仰，比如土耳其的巴斯蒂、斐济的康内塔沃罗，还有巴西的比萨德拉。其实世界各地的人都在讨论着同一种东西，而为什么没有关联的各种文化中都会有十分类似的影子人的存在呢？有研究学者认为，在现在依然有很多人会遇到影子人的经历。从古至今，人类都被同一种黑影人所困扰，那是因为他们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星球上，而且从未消失。一些研究学者对此是这样解释的，他们相信地球上其实还居住着大量的其他世界的生物，只是它们存在于人类感知范围之外，所以我们大部分时候都看不见它们。很多人都知道，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人也看不见的东西，比如我们的眼睛就看不见紫外线，而蜜蜂却可以看见，还有鲸鱼可以看见的红外光，我们人类也看不见。而整个宇宙中能被我们感知到的物质只占了不到5%，这是一个科学的事实，所以一些研究人员才不得不怀疑，那些影子人是否是在我们人类看不见的范围内活动呢？它们的振动频率也许只是我们人类感受不到而已。那有没有可能，我们人类与其他的智慧生物其实是在共享地球呢？只是存在于不同的维度。有人说，也许人类不应该把太多的精力放在太空技术的开发，而是应该专注于意识的扩张。也许在我们自己的星球上，我们人类也不是孤独的。